Hello， 大家好。有一天，有位小朋友送了我一块液晶画板，然后我就经常乱涂乱画，把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画下来，还挺好玩的。要不把想法编成故事，边画边讲，讲给大家听呢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这是小米卡。这是小米卡和燕妮婆婆的房子，它坐落于大树的底下。大树长得好高好高好高啊！燕妮婆婆说，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来到这片大陆是靠吃它的果实生存下来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它，但也开始慢慢遗忘它了。没想到有一天，它不再结果实，慢慢枯萎。太阳很早就跑出来了，把笼罩着小屋子的雾气赶走。小米卡也早早爬了起来。出门前要把东西准备好，最重要的是烤黑面包和小铲子。小米卡每天的工作是要在大树底下宽阔的地上挖它几百年前最后一次结的果子。燕妮婆婆说，只要找到果仁没有完全烂成渣的，她就有办法让它重新长出芽来。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吧。这颗不行哦。这颗也一样。这是古代士兵的剑吧？这个也是古代的，某个机器上的零件吗？这里什么都没挖到。忙活了大半天，小米卡还是没有找到一颗能用的果实。如果像往常啊，他会鼓励自己，没关系，下一颗挖到的肯定是好的。但这回呢，他想先休息一下。看哦，大树的叶子被刮到云朵里去了。小米卡想起做过的一个梦，它像叶子一样被风刮了起来，越飘越高，越飘越高，直到落在大树的顶上。哇，夜空中星星一闪一闪，它们好像在游动。那是什么？一头发光的巨大鲸鱼。哎呀，它在吃星星。小米卡坐了起来，他向前面望去，宽阔的大地尽头有一座森林，
他向右边望去，宽阔的大地尽头是雪山。他向左边望去，宽阔的大地尽头有一座火山。他向后面望去，哦，他和烟妮婆婆的屋子变得像盒子那么小了。然后小米卡抓起小铲子，给自己鼓劲儿。下一颗挖到的肯定是好的。天黑了，小米卡回到家。哇，今晚有美味的肉丸子和土豆泥吃呢。可是小米卡一点胃口都没有，因为一整天下来，他一颗能用的果子都没挖到。烟妮婆婆温柔地安慰她：“今天把坏的果子都挖完了，那明天挖到的就全是好的啦。”小米卡这才不生闷气。吃完晚餐后，她早早爬上床，她要明天起得更早去挖大树果子。但第二天，她却睡过头了。小米卡急匆匆跑出门去了。他数了数昨天挖的小土坑，密密麻麻的，看来要换个地方挖了。那边什么东西在动啊？小米卡小心地走过去，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只小狗。奇怪了，它怎么在泥土里，就好像在地里长出来似的？小狗可怜兮兮地望着小米卡，小米卡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挥舞起小铲子，挖呀挖，挖呀挖。嘿，小狗重获自由啦！他开心极了，小米卡却躲得远远的，有点害怕地叫他快点离开。小狗一听，反而一屁股坐了下来。小米卡想，他是饿了吗？于是拿出烤面包，准备掰一点给小狗吃。没想到小狗忽然扑了过来，一口就把烤面包给吞掉了。这可是小米卡的午餐啊！小米卡生气了。但他又很快发现，小狗有点不对劲儿。小米卡回到家里，烟妮婆婆惊讶地问：“这可爱的小狗哪来的呀？”小米卡说：“这是在挖果实的时候遇到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烟妮婆婆温柔地摸摸小狗，说：“小狗狗，你家在哪里呀？快回去吧。”然而，小狗从此也留了下来。小米卡还以为它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呢，没想到小狗拉着它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来玩追球球游戏吧！
画个小游泳池。建一座北方王国的城堡。抓住那只大蝴蝶！一起来读睡前故事。有一天，小米卡发现小狗居然会神奇的本领，它能像个气球那样飘起来。有一天，小米卡发现小狗在发光，就像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一样。小米卡忽然觉得小狗像一个菠萝，于是决定以后就叫它阿波罗。有一天，米卡发现阿波罗没有像往常那样叫他起床，他跑哪去了？米卡找遍了屋子，来到外面，他向前面望去，他向右边望去，他向左边望去，他再望望身后，阿波罗不见了。